都得会，没事都得会。被偏头，我就是老陷入一个抉择，是我该放兵防守呢，还是跟他对着偏呢？但放兵防守很有可能一个回合没打过，然后就经验什么的都落下了，然后对面还会防守，找其他地方防守。偷你的塔。你看你开局啊，你开局没偏，你就没法对偏呀。OK， 那个我们来看这回合，你看对面是这个狼蛛对吧？是不是有点像你那把的湖光前压？然后我这里是野马，也是野马，野马打狼蛛实际上和野马打湖光是差不多的，因为都是劣势。但是我出了剑齿虎，所以我就赢了。就是我为啥跟你说你那把打，你可以用野马来打，但是野马一定要配前排。然后这个，你看这个阵型，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就是我的杂兵，你会发现我的杂兵、火神、湖光位置都是没变的。就这一套，不管你是用野马还是湖光还是火神作为主力，位置都是不变的，所以非常好学，因为每一把都一样。首先这里开局，野马是用来清杂的吗？它这个野马，我们慢慢讲。首先这里开局，你看我又选了虎砖，虎砖的湖光暴雨还是非常强的，就阵地战也牛逼，然后打防突脸也牛逼，防突脸牛逼在虎。对面这个狼蛛长弓的话，摆位还是那样摆，然后有暴雨开就摆在内侧。正常来讲，如果说对面是打阵地战，你开局出爬虫，但是我这里100%确定他会打突脸，所以就直接2对尖牙，然后这个尖牙就顶在湖光前面，就站位倒无所谓，站位到时候我单独录一段，就是现在不细讲，大概知道在哪就行。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剑牙就可以扛前2波伤害，然后暴雨把它砸烂。当然不一定能打赢啊，这个要看情况。无非就是这边穿了之后看残局，这个暴雨能不能打赢。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好吧？直接看第2回合，不重要。我打赢了，运气好。是为什么这回合拿野马？哦，操，太快了。为什么这回合拿野马？因为打这个狼蛛打这个狼蛛，你为数不多的选择就只有这个前期的湖光暴雨，或者剑齿虎，或者是什么犀牛对顶。但是我是不教犀牛对顶的。然后我这里有剑齿虎，有湖光，有暴雨，我的地面已经足够优势了，对吧？地面足够优势的情况下，我就只需要去考虑补我的短板，也就是防空，还有我的边角位。我的边角位是比较空虚的，然后防空。那不管是补边角位还是防空，野马都非常好。补边角位，野马是一个高速的单位，它在这块打完之后可以快速的回援正面战场。防空，那不用说，防空野马肯定是前期最泛用的东西了。你长弓打不了蜜蜂，然后就是出2对野马，让对面偷你家的死星，对吧？对，我确保他只能给我打正面。跟你打这个正面我有湖光暴雨，我不吃亏。这老 M 挺喜欢偷家的。这个野马横放竖放影响不大，反正你就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这回合应该是输了吧？他有个犀牛，输了。犀牛不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他妈的这摆位，剑齿虎和野马分开了，好蠢。你看犀牛被我干死了，主要是剑齿虎野马赢了，剑齿虎和野马分开了。哎，你啥单位打的输出呀？为啥能把他的这个打死呀？暴雨啊！暴雨吗？暴雨打了4万呢。这个暴雨打了4万啊！就是他在这里放牛，但是他这个牛后面跟了个长弓，你没发现吗？他牛后面应该跟狼蛛或者青杂，就随便什么青杂。他光只有牛和爬虫进不来，因为我这里有爬虫，我这个爬虫会挡住这个牛，我还有尖牙也会挡住这个牛。用犀牛突破一定要配湖光呀，或者配那个长弓，再不济配飞弹呀。他随便配一个，他这个没清杂对吧？随便没清杂的犀牛自己冲。这个回合能拿的只有犀牛来袭，其他都拿不了。
啊，他应该是左边，他想拿那个湖光你的兵勾走，然后让犀牛冲进去。你看我这里又开始补内置爬虫了，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牛在正面，我左边一堆爬，右边一堆爬，这个爬格子是算好的，你摆在这个位置，边角位勾不到，他百分百会往前走，他这里放兵也勾不到，所以你看他直接放弃了这里放兵，因为我这个摆位他就勾不到，他放了也白给，放就是野马经验值。而他不管从哪边突，我单侧都有2队以上的爬虫能够上来延误这个犀牛的进攻，就百分百不会被破塔。所以我的防守习惯就是杂兵往内侧摆。当然，你可能说对面集中兵力突边角位怎么办？那你边角位再补，因为内侧的杂兵是永远都用得上的，不管他打哪边。然后外侧的杂兵是不一定用得上，就是我们在前期掉血少，然后不确定对面进攻方向的时候，我们的出兵思路是尽可能的出这种泛用的兵种摆在拥有更多可能性的摆位。我应该拿了牛或者没拿，拿牛的话就是直接砸他，因为牛有一个那个没拿。你看我这里直接给野马拿了射程，因为他这里是1级狼主，他没带钢板，那我这个野马射程是可以随便干的。我这个时候轻杂有，其实前期野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爬虫。中型单位铁锤什么都还好，最怕就是湖光和爬虫。但是我有湖光可以打他的爬虫，这3个湖光，我开局就这3个湖光，对吧？刚才我们看了第8回合，打到决赛还是这3个湖光，我一直没卖，就是用来帮野马打爬虫的。然后剑齿虎可以打他中型单位，那我这个野马就可以一直养。你看这是不是？他野马跟爬虫的关系是野马被爬虫克是吗？因为他清不动。其实现在削了又削了20血的话，但是打散爬我一般会出一些野马去解决散爬。你看这个爬虫是哪里的？他牛被我拦住了，这个爬虫是这里的，对吧？然后这对爬虫是这里的，这个就是我说的，他不管突哪边，我中路的杂兵都会过来延误，就是不停的补杂兵，对吧？对，因为杂兵它便宜，而且你对面清杂效率再快，它烧你一队也得需要1-2秒，1-2秒有的时候就决定胜负的。突脸不就争的是这1-2秒吗？确实，有的时候输出单位出的多了，被对面杀了，对面经验也拿得多，杂兵死完反而心疼，拿不了多少经验。牛哥又在这里被拦住了，牛哥倒下了。虽然这回合我被这个破塔，但没有关系，哥们有虎，他打不过我虎。然后我的2级野马直接就杀穿了。这波野马打了4万多的输出。又升一级。3级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但是我这里之所以能靠这个野马一直打赢，就是因为这个虎在。你看我这个虎是在野马前面的，这个虎就是当野马的那个，帮野马来扛线，顺便来解决一些野马打不动的兵种，比如说刚才这个2级狼蛛，如果没有虎的话，我野马打不过他。但是虎打掉狼蛛绝大部分血，因为野马的输出更平滑，所以能够 K 到头，K 完头就有经验。主要有这个虎，他那个狼蛛也直接锁你的虎，它不太容易。对，你的射程虎砖是一个非常适合就打2200分的老外的那个开局。所有进攻都怕虎，当然虎砖进攻本身也很厉害。然后这回我在左边接着补这个剑齿虎和野马，用来打这个防左侧。因为你看我中间是有防守的，有杂兵和暴雨，对吧？中间轻杂湖光，然后杂兵有暴雨来攻坚，然后外侧剑齿虎来扛线，野马和剑齿虎一起攻坚。就是只有左侧比较空虚，所以这时候左侧也补一下野马和虎。他这边还想故技重施来这里来牛突破，但是他还是没有配清杂。他左边这个狼蛛在打这一坨右边这个狼蛛在打这一坨，他这个牛还是被顶住了，所以这个牛其实就没有用。你这牛有什么用呢？拖点时间。就被我3级野马杀穿了。他这把其实应该拿那个鬼瑶是吧？相对来说。我野马呀，拿这个牛好像确实没啥意义。他拿鬼瑶，我为啥拿野马呢？为啥拿野马呢？就是防鬼瑶的，他拿鬼瑶也没用，
鬼瑶一般带钢板科技嘛，应该。哦，不过反正都是个出钢板，你再出其他东西的。他如果点钢板，他如果给鬼瑶点钢板的话，那就另一回事了，那会出其他的来接了。这里这个先进飞弹也是防守中一个好东西，因为防守老外的前压很喜欢在边角位塞兵，你的先进飞弹不管塞什么都可以一炮干死。你比如说这个火环，你把这个飞弹顶他脸上，他一下就没了。然后包括你看这种位置，我这个飞弹一起，他第一发这个狼蛛加上爬虫直接就没掉，可能剩一丝血，这一丝血就是野马护王经验。然后接着补虎。你可以注意到我的虎和狐王之间隔了4格，对吧？隔了5格，你知道为什么隔5格吗？你猜猜为什么隔5格？为了放个巨型，放火神呗，因为后期清杂清不动。放火神4个就够了呀。为何？因为5格不会被乌棒一个砸俩，4格的话会被乌棒一个砸俩。我最开始隔4格，然后那个之前跟谁打，他妈连着发2回合乌棒，我操，我真吐了。后来我再也不隔4格了，后来永远是隔5格，隔5格是不会被乌棒一个砸俩的。因为这种位置是你吃经验吃的最多的位置，他面对的兵力最多，所以他等级也最高，等级也最高，被砸了就最亏，所以你要确保他只能砸1个。哦，这波路径走得好。这波怎么被打穿的？我没注意。他这个牛拉了个你没拦不到的路径，就是你应该是控制，但是不重要。你吹了半天的格子被人家走进来了。啊，他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你会发现我的火神，但是发牌员发了火神，这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弧光没有射程。然后野马打虫子打不掉，所以我的清杂实际上是我短板。他这里已经补了1、2、3、4、5、6、7队爬了，7队杂兵了。然后这时候发了火神，我毫不犹豫直接燃烧弹。大概底层逻辑我懂了，就是先用泛用性的那种防守阵容把阵型摆好，然后等发牌呗。对，因为弧光和野马体系不管发什么牌都不怕，然后发什么牌也都可以用。因为这一套的好处就是他的狼蛛要是出炸弹对你压力大吗？没什么压力。我有野马，但是没出，要是不发火神的话，不发火神就卖增援出火神呀。哦，这回合无论如何也该出火神了，是吧？对，因为虫子打不掉呀。因为要不然这回合，要不然你就给弧光上射程，要不然你就出火神，你就选一个。但如果这回合没发增援的话，你就多起点飞弹嘛，过渡一下。或者没发增援也可以出火神嘛。没发增援也可以出火神，你有1200块。像他狼蛛的那个走地雷，不出火神拿啥清理比较快？狼蛛的走地雷本来火神清的也不快，因为2级狼蛛就有900血了，900血它能过火。对，有的时候我一般会用高温火神去防一下这个雷。对，那就是第3套体系了，就是火神体系，还是这个站位，只是用火神做主力。火神套长弓做主力，但是那一套可以不着急学，因为那一套的适用场景比较少。那一套我一般只打卡神的，就是那个美女舰长，其他人我不打，打其他人都不太好用。那你这一套的主力输出是野马是吗？主力输出，中型单位剑齿虎打，然后空中单位野马打，巨型的话出熔点呀。巨型出熔点，巨型你要剑齿虎有等级可以剑齿虎直接硬打，如果没有等级的话就出熔点。
我这几套都可以出熔点，火神体系也可以配熔点，然后野马体系也可以配熔点，湖光体系也可以配熔点。就是用一个数学的方法讲，我这几套的打法，它的输出和清杂是平滑的，就在出火神之前。然后这个回合我没有出熔点。你说。可能就是我之前我把补杂兵的名额全给了补长弓了，所以就有的时候正面比较难受。攻防战长弓可以直接放弃，那玩意儿也不是直接放弃吧，我有时候也用长弓防，但是长弓一般是点防空解空军的，它前期没有就可以不出了。这里我为什么选择那个给剑齿虎拉射程没有出熔点？因为它都是1级堡垒，而我有2级虎，加上我中路有暴雨，两侧有高等级的野马，其实这个野马输出也不低，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合我的剑齿虎野马还是可以驾驭得了的。那在驾驭得了的情况下，我就没有必要着急出熔点，就先打看吧。然后打完之后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有点打不过，好像打赢了。你觉得我打赢的关键是什么？清杂快啊！对，就是我的剑齿虎并不需要把堡垒干死，我的剑齿虎只需要把狼蛛干死就行了。狼蛛干死它就没有清杂了，然后它的这个堡垒就会无限打我的尖牙和野马。打赢之后，你剑齿虎都可以升级，你升到2、3级之后，它的这个堡垒就非常容易融化了。然后最后还来这个电刺，这个电刺来了，基本上老杨就玩不了，毕竟他在这个盾上。你说像你那种拿野马的情况，要是增援不发，我应该自己解锁野马，那么两边放吗？增援不发就不出野马了呀，增援不发就湖光体系啊。我出野马是因为增援同时发了野马和鬼瑶啊。增援不发就湖光体系啊，他鬼瑶你再说嘛。你看我这里直接叠飞弹，每边2颗飞弹，确保这因为这个电磁是35000伤害，然后盾的话是4万，一颗飞弹我这里能炸15000，但是我要确保这个飞弹能炸下去。你看它起了拦截器对吧？这个拦截器是能够拦住单发飞弹，但是我上2颗就拦不住，所以每边2颗飞弹，确保这个盾能破掉，盾破掉了油就能砸下去。有一套4滑小连招，然后你拿的是飞弹专家是吧？对。左边这里应该是3颗，放2颗放少了，2颗不够。你看，但它没升级。我是没打赢啊。应该是那个什么，应该是版本不，应该是版本更新的问题。这个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老 M 已经下播了，应该是版本更新出现了变化，就数值变化。这个结果拿了一把失败的录像。不可能，好吧？我知道，版本更新导致数值偏差，对吧？版本更新导致数值偏差。